不止在健康上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呢，对于全球的经济也带来了很严重的衰退。那我们可以说呢，它是属于100年的大疫啊。唯一能够跟它相比的，大概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的大流行。在那个时候呢，全球有5亿到10亿的人口得到感染，那估计呢，它的死亡人数呢是2000万以上哈，所以比起这一次的 COVID-19 来得更严重。当然，我们很清楚，2009年的时候也有另外一次流行性感冒的大流行是 H1N1， 那个时候的感染人数更多，是7亿到14亿，但是死亡的人数呢就很少少到大概只有50-60万。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科技的重要性，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人类甚至不晓得流行性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当然这更不用讲怎么样做快筛，怎么样做抗病毒药物，怎么做疫苗。那这一次的COVID-19 呢，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病毒，所以全人类对它都没有感染过，都没有抵抗力。那这一次我们1月11号有派人去看，那这2个人去看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些住院的重症的病人，他有没有好好的去追踪他的密切接触者？他们说，这些密切接触者都没有症状啊，所以就不需要去照顾他嘛。他们在照顾的都是重症的、肺炎的，甚至要插管的病人。但是呢，被他接触的家人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同事，可能没有症状，统统在社区里面跑来跑去。所以这2个 CDC 的专家一回来以后，我们就想说 ，Oh my God， 完了，这一定完了。结果没有多久，果然就封城了。一个国家要把一个城市给封起来，一定是感染不能控制、很严重的情况下才封城。像台湾就从来没有封城过，就因为我们管控的会比较好。所以这一次 COVID-19 跟 SARS 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轻症跟无症状的带原者，而这些轻症跟无症状的带原者还是会感染给别人。如果你没有把他们好好的隔离起来的话，他们其实是社区散播的最重要的感染源。那在这里，这就是带来了台湾的一个省思，说如果我们要来防治 COVID-19 跟 SARS 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密切接触者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找到，而且找到以后很严格的要求他们一定要居家检疫14天。那如果从疫区来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也带有病毒，也需要在机场进来以后就要到家里面做居家检疫14天。那这一些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工作，实际上是台湾防疫最成功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做不好的就是口罩嘛，所以我们才要各个医院准备口罩。可是当时我记得孙中山院长就说没问题，我们疾管局还有4000万个口罩。总统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的话，那怎么会够呢？然后我就说是我们口罩是要增产，就是讲这样子一句话，这个沈荣津部长就惨了，他就要去征收这个72家的口罩厂，然后呢增设了93个生产线，93条的生产线，让台湾的产量从每一天180万片增加到每一天2100万片。不止国内够，我们还送给80多个国家的医护人员口罩，让他们能够做好防护的工作。当时我们在 SARS 的时候就要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可是居家检疫隔离呢，这一些民众常常会跑，然后很难抓然后里长也疲于奔命，警察也疲于奔命这样子。如果每一个居家隔离的人都有一个手机，那当然就很容易追踪了嘛那这就开始进入了我们用这一个资通讯的科技，用人工智慧的科技，用大数据分析的科技来帮忙我们这一次的防疫。这个在 SARS 的期间是没有的。我们用电子围篱来加强这个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的管控，而且做得很好。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共隔离跟检疫在45万人。那有多少人被处罚呢？大概是1400多人。也就是说，我们被处罚的人大概占所有应该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 0.3%。换句话说 ，99.7% 的老百姓被居家检疫隔离的人都能够遵守政府的规定，好好的在家隔离。当我跟英国下议会
的那个卫生及社会照护委员会在开公听会的时候，我用视讯跟他们开公听会。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99.7% 的人那么听话？这44万的这个无名英雄他们牺牲了14天的自由，换得了台湾2350万人的正常生活、正常上课、正常上班真的要谢谢他们。但是台湾不是只有44万个无名英雄其实台湾有2350万个无名英雄。这些人该戴口罩的时候戴口罩，该勤洗手，而且呢，尽量的保持社交距离，然后不去群聚的活动。那个人民都能够遵守政府的规定也是台湾防疫很成功的理由啦所以这一次在这个防疫科技的研究上呢，实际上我们也有跟很多的国家有合作，这都是未来可以再继续加强的。那台湾的产业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特别是生医产业呢，我个人是觉得有很好的进展了其实一个疫苗的产业是一个国安的产业这相当的重要。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台湾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就是我们当时要疫苗的时候，不是只有跟诺华买，而且我们也下单给这个国光去制造，结果国光很争气，就可以做出来这个 H1N1 的疫苗，所以我们的流感的疫苗就有自己的国产的疫苗，而且品质又很好，速度又很快。那当然我们大家就放心嘛那这一次看起来高端，我们就当然是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进入2期，能够顺利成功。那如果台湾会有这样的疫苗，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为什么我会说需要有自己的疫苗厂？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讲说 COVID-19 绝对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个病毒如果它是这一个有很多的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感染者，它了不起就是我不造成大流行，可是我一定会在人间呢不断的漫游，然后漫游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突变，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不管你怎么变，我的疫苗厂就在这边等着你让你不会造成人类的危害。所以有自己的疫苗厂，自己国家的疫苗厂，现在看起来全世界大概都同意，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应该有自己的好的 COVID-19 的疫苗厂。所以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就是跟国外疫苗厂买疫苗以外，也要扶植国内的疫苗厂。台湾在防疫的工作上，我们不只做防疫，因为 SARS 的时候我们很知道，一旦防疫的工作在进行得到，经济可能会衰退，所以对于受到影响的产业比如说零售业啦、观光业、旅游业啦还有呢餐饮业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些人就应该给他纾困。到了10月份的时候，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 他们做了一个30几个国家的分析，台湾是唯一经济正成长的国家，而且是唯一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所以我们是建立了一个典范所以台湾变成了一个边缘生物嘛，很奇怪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怎么在 COVID-19 来的时候，大家都经济衰退到很厉害，像巴西、秘鲁都衰退到30%然后英国跟西班牙衰退20%的经济衰退。总统在1月22号就讲说，如果 SARS 的时候是纾困还有防疫都在做，这一次也一定要纾困跟防疫一起做，让经济还是能够保住。那这一次真的是谢天谢地，还有谢人民大家做的都很好。